嗨，各位好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，因为呢，过去1年多以来，我已经在本频道开箱了99把键盘了。没错，我即将要成为键盘百人斩了。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到了。既然是第100把，怎么可以开箱一般的普通键盘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来打造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把机械键盘，并且为了纪念这样特别的一天，加上我上个月刚过完我的38岁生日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要来送出一把机械键盘。然后我把抽奖方式放到影片的最后。好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键盘渣男秀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打造我的第100把键盘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现在手中并没有100把键盘，因为我平常开箱完键盘之后，通常就把它卖掉了。目前在我手上呢，只有这些我正在拍的10把键盘，所以在玩键盘上我并没有花太多钱。在这边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，避免我惹上杀身之祸。至于哪把键盘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，要说到这个问题呢，首先让我来介绍键盘的大致上的种类。一般来说，可以用键盘的配列以及材质来区分，像是我手中这把薄膜键盘。就是一般最常见的100% 104或108配列，功能是最齐全的，但是同时也最占空间，并且我手中这把并不是机械键盘，所以还请闪边去。所以回忆我当年的第1把机械键盘，我选的是这种98配列的键盘，是保留数字区的情况下，把这个功能区进行缩减，可以获得更多桌面使用空间，以及我认为更协调的美感。不过呢，这样键盘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大了，所以我的第2把键盘是这种 TKL 的键盘，就是把数字区去掉，保留完整方向键以及功能区，这就是所谓的80配列。但是如果你要更精简的配列的话呢，又有这种75% 的配列，就在 TKL 的基础下把功能区进行缩减，基本上到这样尺寸呢，键盘呢已经变得非常小巧可爱了，我蛮喜欢的。但是呢，后来我发现其实 F 区呢，我并不是常常用到，所以觉得最上面这排其实有点多余，所以我到后来呢，更多选择这种60% 配列，就是把75% 去掉 F 区，达到空间使用最大化。但是到最后呢，我还是不满足，所以其实到后来我最喜欢的配列就是这种去掉方向区的60%，基本上是一个最左右对称的一个配列了。所以说，谁说男人都喜欢大的？像我个人呢，喜欢键盘就是越小越好。聊完我最喜欢的配列之后呢，就让我聊聊键盘的材质。从一般入门的最便宜的塑胶键盘，重量轻好携带。缺点呢是质感稍差，有时候呢会有这种塑胶的空腔音。所以后来呢，我渐渐喜欢这种铝合金的键盘，键盘外观看起来真的非常有质感，打字声音呢也非常集中好听。然后呢，我也喜欢这种亚克力的材质，外观非常有特色，打字音呢我也非常喜欢。然后呢，我也有这把 QK60，它是亚克力跟铝合金的结合，可以兼顾设计与美感。甚至呢，在去年我还组了一把乐高的键盘。这些呢都是我过去玩的99把键盘，但是呢，如果又要打造一样的一把键盘呢，就有点太无趣了。所以我今天要组的第100把键盘跟以上所有介绍键盘完全不一样，就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吧。这就是我的第100把键盘 AMX40。你以为60% 已经是最小的了吗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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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40% 呢，连最上排数字区都给你去掉了，基本上只留下 ABC 字母区。外形上真的非常简洁，并且呢，它还是这种变形的 Alice 配列，就是把打字区拆半，然后进行内缩的设计，让你在打字的时候呢，可以更舒服的姿势来打字。而且呢，它材质是市面上非常少见的胡桃木，是我入手的第1把木头键盘。为什么这是我的第1把呢？就是因为木头键盘真的比较贵，第一次入手呢，真的觉得这个质感非常的好，观感上非常特殊，并且呢有木头自然的纹路，加上我名字里面呢有一个木字边的铂，所以这把键盘可以说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键盘。这把集众多特殊元素于一身的键盘，我真的非常喜欢，也非常适合我。不过呢，也要说一下这把键盘可能的缺点。第一呢，就是木头的键盘比较难保养，需要定期的保养去维持它的颜色以及光泽，并且呢，由于这把键盘是最极致的40配列，所以基本上这把键盘是不太能打注音的。我有用它打过中文，虽然还是可惜呢，不过过程真的非常痛苦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组装这把 AMX40 吧。这边插播一下，我们要选用我们今天所要上键盘的轴体。现在市面上的轴体应该有上千种了，光是呢，我现在手边的轴体呢就已经有超过1000颗了。其实这1年多下来，我并没有最喜欢的，因为我个人用下来，除了段落轴、线性轴，我觉得每个轴体之间的差距呢，其实真的非常小。便宜的轴、贵的轴，只要润滑过后呢，我都用得非常开心。我发现呢，我对轴这种事情其实真的不太挑，选轴体呢，基本上还是看外形。我选的是 RK 定制的这个烟雨轴，是一个提前触底的线性轴，因为它的轴心呢是这种墨绿
绿色的，就像树上的树叶一样，声音非常集中响亮，搭配起来的声音效果，我觉得应该相当不错，并且这手也蛮便宜的，高贵不贵。我个人呢也是蛮推荐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让我们进入组装的环节喽。其实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把键盘是我在网络上收来二手的，然后上个卖家呢把它改成磁吸式的结构，所以上下盖呢只要用点力就可以让它分开了。它这种木头自然的纹路啊，真的非常有特色，就是最独一无二的设计。然后它搭配的是分离式的碰定位板，各式各样的棉都有，夹心棉、轴下垫，还有轴座棉跟底棉，并且呢，它还是一个双模的无线键盘。不过呢，上一个使用者已经帮我组的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底下棉有点太多了，所以这个轴座棉就先不用，就使用这个底棉就好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双模 PCB、轴下垫以及我们的夹心棉，再来上我们的碰定位板。刚好呢，上一个卖家帮我附了2个青龙轴，是一个提前大端的轴，非常适合用在大件，我就直接拿来用吧。再上我们的烟雨轴，然后我这个是 V2 的版本，所以它有加了导光柱，润滑过的声音手感真的非常优秀。所以谁说便宜没好货呢？不得不说，小键盘组装真的非常省时省力，因为按键数呢真的非常少，只有其他键盘的1半左右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上我们的内单。好，它是一般的 gasket 结构，上盖呢跟底壳都有这种蓬软棉条，所以把内胆直接放上去即可。盖上我们上盖，就完成我们基本的键盘组装了。先不说别的，这个烟雨轴搭配在这个键盘上真的非常好看。这底表盒的颜色配上木头的原色，然后为了搭配整体的天然主题配色，键帽呢我选择的是 Domiki 的绿色主题键帽，树木的木头搭配着绿叶的颜色，让我在现代科技产品环绕下，有这种户外大自然的生活情调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上键帽，完成这把键盘的组装吧。开始。好，这就是我的第100把键盘 AMX40。虽然说这1年多来呢，我玩了超过100把键盘，我也不敢说我对键盘有多了解，因为市面上真的有太多键盘是我没有碰过、没有玩过的。不过呢，从玩这些键盘下来，我更了解的呢，其实是我自己关于我自己的喜好以及审美。在茫茫键海之中，配列从大到小，塑胶铝合金、亚克力各种材质都玩过之后，这把键盘就是现阶段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把键盘，绝对说不上是最好的，但是却是最适合我的。机制简约的配列，人体工学 Alice 的外形。搭配着木质天然而且独一无二的设计，是最特别属于我专属的客制化键盘。然后上面是搭载 RK 的烟雨轴，并不是因为贵的轴用不起，只是低价的轴更有性价比。经过我手刃之后呢，声音手感也是极其的优秀，配上 Domiki 的绿色主题键帽，整体呈现出来感觉有一点复古，但富有这种大自然生命力的形象，就是这把我最喜欢的键盘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，感谢大家在这一段时间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常常呢，我把影片剪好，觉得拍得很烂，但上传到网络上竟然还有人看，还有人回应跟点赞，真让我常常感受到受宠若惊。所以为了回馈各位，也庆祝我上个月的生日呢，我们即将抽出一把键盘。抽奖的方式如下，因为每个人键盘使用的需求都不一样，所以请你留下3个回答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想要键盘的配列；第二个呢，是你想要键盘的颜色；第3个呢，就是你键盘的用途。不管你是打游戏还是办公还是送人都可以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会把那把键盘送给最符合需求的人。所以还请大家把自己的需求在影片下面留言，就可以参加我们本次的抽奖。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对键盘购买改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。我是略键盘无数的Joe，我们第101把键盘再见吧，拜拜。